乌军对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展开了一次成功的突袭行动，但从乌克兰宣传的一些言论上来看，乌军的这次突袭行动的目的远不止制造出舆论结果，转移巴赫穆特失败的视线这一点，而是有更大的军事目的。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最近2天，俄乌前线的一些新动态，又将全世界的目光都给吸引了过去。乌军派出了一支连级规模的侦察破坏小队，对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展开了一次成功的突袭行动，抢夺了数辆民用车辆，炸毁了一系列民房，并成功的占领一个边境定居点数小时之后，才被后续赶来的俄军部队歼灭。这一次行动虽然从最终的结果来说，乌克兰方面的损失还是相当惨重的，数辆北约援助的装甲车、一些悍马以及其他的机动载具被俄军或摧毁或缴获，渗透进入的人员也基本都被俄军歼灭。不管从阵亡数字来看，还是从装备损失来看，都至少有一个连。当然，对刚在巴赫穆特阵亡5万多人的乌军而言，用这几十上百人去换一次宣传舆论上的成功，他们大概也不会觉得亏本。但从乌克兰宣传的一些言论上来看，乌军的这次突袭行动的目的远不止制造出舆论结果，转移巴赫穆特失败的视线这一点，而是有更大的军事目的。有乌克兰媒体表示，这次乌军进入别尔哥罗德的目标是距离边境仅17千米远的第1150号军事基地。乌军也一度打到了距离该基地近10千米的距离上，而乌军之所以要对这一基地下手，是因为其中有3V B11型炮弹。这个第1150号军事基地相当特殊，从苏联时代开始，就是苏联陆军用来存放方面军炮兵旅的装备，尤其是配发给方面军炮兵使用的核炮弹。按照乌克兰人的预估，这一基地当中应当至今依然存放着供 2S4 自行迫击炮与 2S7 自行加榴炮使用的240毫米与203毫米核炮弹，也就是乌克兰人提到的这个3V B11。换句话说，乌军这次行动是奔着抢俄军的核武器去的。这一下子把这场看上去很有些闹剧色彩的突袭行动推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毕竟谁也不会想到乌克兰人是真的会奔着核武器基地去，真的想要抢夺核武器打核战争。这种核炮弹毕竟与各种战略弹的核弹头不一样，乌克兰自己就有能用来发射的相关装备，也不需要莫斯科的核手提箱来提供密码。要是真让乌克兰人抢到了，那要不了几天，他们肯定能把这东西砸到哪个城市去，引发局势的不可控升级。之前，俄国人不断地说乌克兰正在试图获得核武器，大家更多的也都当作是一种舆论战手段而已。但乌克兰人在宣传上搞了这一出之后，算是证明了俄国人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的。泽连斯基政府是真的在追求拥有并使用核武器。乌克兰人现在传出的这一对别尔哥罗德展开连续不断的突袭的背后目的，应该说是既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但细细想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从之前乌军一系列对核电站的炮击、对贫铀弹的接受使用来看，乌克兰方面确实是不介意使用核武器，甚至是乐于使用核力量来制造出一些机会来的。一直以来，乌克兰方面都希望北约能够直接下场，但北约一直以担心战争向核战争升级为由来拒绝。如果战场上已经出现了使用核武器的情况，那北约拒绝下场的政治借口就少了许多。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如果乌克兰真的拿到了战术核弹头，那很可能也不会用来俄军或者俄国人的领土上，而是会拿去在自己的控制区引爆，制造出所谓的俄军使用核炮弹攻击乌克兰定居点的事情来。就好像去年的布查事件、马里乌波尔剧院事件等一样，再次制造出一个人道主义灾难来，然后利用宣传舆论的武器栽赃给俄军，
在西方世界当中制造出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然后逼迫西方政客们进一步的加大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投资，甚至是直接派出成建制的军队下场参战。对巴赫穆特大失败之后的乌军来说，除了展开一场突袭行动，获取一次宣传舆论上的成功，来转移大家对巴赫穆特失守的目光以外，也确实需要一些实际的帮助，最好是北约亲自下场的帮助。毕竟靠行为艺术可赢不下武装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想要去渗透10几公里的纵深抢夺核武器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乌克兰人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打过头了。乌克兰人觉得那个军事基地有核弹头，是因为苏军时代那里就是用来存放核炮弹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且不说俄军的部署有没有改变吧，那也不可能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还把核炮弹放在距离边境就10多公里的地方，还不派出足够的兵力守备的。就乌克兰这种小股兵力，连边境城镇都没法打穿，就被机动而来的俄军封锁在边境定居点了。想突袭10几千米外的军事基地，再从里面取出核炮弹运走，那怎么也得派出几个旅级单位来执行才对。如果乌军的最终目的真的是为了夺取一些核武器，来制造出一点大新闻来，那在连续的渗透行动失败之后，乌军应该还会采取进一步的策略，比如说对这一基地展开大规模的炮击，试图摧毁可能存在的核装备，制造核灾难等等。而且大国们又不是傻子，乌克兰人在核武器这种敏感事情上玩火，那是必然会自焚的。联合国5常的上一次通力合作，可就是为了非洲某国的核安全。